那枚硬币叫什么来着？就是那枚有名的。恭喜你，完全答对了。这就是比特币。欢迎来到 QCAT 播客第9期，这里我们聊科技、网络安全，还有智慧城市的未来。我是 Air， 我是 Sebastian， 这是我们的猫。今天这期节目，我们确实要来好好的深入的聊一聊我们自己。我们会聊聊 TED 的愿景 ，TED 代表什么，以及它在当今科技和智能网络世界中的范式转变，还有网络安全这个话题，以及 TED 为什么不仅仅是一家公司。要理解 CAT 为什么不仅仅是一家公司，我们需要明白它独特的价值是什么，或者说它有哪些与众不同的价值。在这之中，我们就要追溯到它的起源，也就是孕育出这家公司和它技术的根本原因，那就是 OTOCN 的 OTOCN 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要稍微详细的解释一下这项全新的技术，我们得非常清楚的说明，这是一场彻底的根本性的范式转变。它不是对现有互联网的简单修补，也不是打一些零散的补丁，而是一个完全不同且全新的协议。它让我们彻底摆脱了我们长期以来所依赖的基础互联网。那种互联网是基于传统的 IT 系统的，必须依赖特定的位置或地址才能正常运作。而 OTOCN 也就是我们的网络安全基础设施，我们的协议基本上是把我们从 IT 系统带到了一个以名称为驱动的系统。什么叫以名称为驱动？它是以对象为基础的，所以它不再依赖于具体的位置，它没有位置带来的那些固有的问题，比如不安全、不可扩展等等。相反，它变成了一种互联网的形态。正如 Bruce 常说的，这确实是媒介无关的。无论使用任何媒介，无论是蓝牙、无线电或者其他任何什么，它都能够正常工作，始终保持安全，并且始终能够有效地抵御各种攻击。那么，这个基础设施还有什么其他特点呢？关于 OTOCN， 我们可以谈谈在网络安全和科技行业中至关重要的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说 OTOCN 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安全系统，它本身就是一个免疫系统，这是其设计初衷。它是一种专门为网络安全而打造的数据架构，为了实现这一点，所有相关技术都是围绕它来设计和构建的。这是什么意思呢？举个例子，黑客试图入侵当今的互联網系统，也就是 TCP/IP 系统，他们通常是通过前门或者窗户进入的，可以这么说。但在我们的情况下，并不是说他们进不来，而是他们根本不知道从哪里进，他们找不到这个系统，他们不知道你是谁，也不知道你在哪里。所以我们其实是在说 OTOCN 对黑客来说就像一个黑洞，因为他们根本看不懂自己看到的是什么。说到免疫和安全，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特别且郑重地提一下，经过了如此漫长而深入的多年研究，以及无数次严格而全面的测试，这个系统已经被无可辩驳地、确凿无疑地证明是绝对无懈可击，完全无法被攻破的。现在我们终于拥有了完整的产品，这包括了先进的硬件系统和强大的软件平台。如今 CAT 已经为各类企业、严谨的工业级应用，乃至任何对网络安全有迫切需求的层级，提供了全面且可靠的网络安全解决方案，我们都能够充分满足这些多样化的需求。无论是家庭、企业还是工业级别，我们有 M8、Anubis、Aladdin 是一个虚拟钱包。关于所有这些产品，我们都会在另一期节目里进行详细的介绍，但重点是，所有这些产品我们都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说到产品和服务，我们还不能不提 CAT 推出的一项非常有趣的新服务，尤其是在比特币热潮席卷全球，甚至已经上升到世界最有影响力国家的政府层面时，我们有一项非常有意思的服务。要不要跟大家说说？在之前的节目里，我们聊过我们自己的区块链 Webchain， 它是基于 OTOCN 开发的。而这项技术让我们开发出了一个名为 Bitcoin Express 的交易服务系统。那么，什么是 Bitcoin Express 呢？ Bitcoin Express 实现了点对点的交易，用户与用户之间直接交易，没有中间商，不需要通过交易所，也不用依赖银行。这可以说是一次革命性的突破，因为它让我们能够跳过中间环节，绕开 SWIFT 系统，
而 SWIFT 不仅费用高昂，而且速度也很慢。手续费很高，而且问题在于，一旦交易链中出现了问题，它并不一定安全。没错，不一定安全，也不一定能解决。为什么？因为你去问一家银行，他们就撇清责任，把问题推给另一家银行，你永远都不知道错误到底出在哪里。比特币快线让交易可以点对点去中心化，我可以通过虚拟钱包直接转账给对方，就这么简单。那比特币本身的碎片化问题怎么办？没错，这正是比特币快线的核心优势所在。我们高度可扩展的技术几乎可以完全消除所有的交易手续费。这意味着什么呢？你可以发送极小的一部分比特币$1。$1，只要你有$1，你就可以把比特币发给你的朋友，就是这么简单。那么，我觉得有必要问一句，为什么今天要谈这个？为什么现在是 CAT？ 因为在科技发展的背景下，我们正在看到很多流程正在逐渐去除人为因素。如今，我们与服务器以及机器的互动变得非常频繁地进行着。我们已经见证了重大的国际黑客灾难，服务器、互联网、社交媒体这些庞大的系统都曾崩溃过，一些知名的大型航空公司也曾因此瘫痪。因此，网络安全、网络韧性和基础设施的韧性已经成为了严峻的问题。关于这个话题，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其实就是这样，世界越来越依赖于自主设备之间的通信。许多重要决策，尤其是与安全相关的决策，甚至像机场航班、时刻表的物流协调，往往都依赖于自主设备之间的通信。这正是我们现在需要讨论的问题，对吧？因为科技不断进步，人工智能持续被开发，人们对此非常喜欢，也感到惊叹。但他们其实并不真正明白我们将要走向何方，他们缺乏那种能够明确识别技术进化真正目标的清晰认识。实际上，技术进化的目标就是智能安全。无论你想象的是疯狂的科幻场景，还是更现实的画面，智慧城市每天都依赖于所有各种设备与设备之间进行持续不间断的通信和数据交换。生死攸关，对吧？没错，这就是任务关键。如果工厂里出了问题，是设备的错，还是背后操作的人有问题？ Cake 的使命就是利用我们的技术，提供能够消除这种风险的产品和服务。这样智慧城市才能正常运作，成为现实，达到最优状态，真正值得信赖，而不仅仅是众多选择中的一个。随着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设备实现互联互通，我们其实只是在不断地堆积文件，让现有的问题变得更加沉重。我们并没有从根本的基础设施层面去进行建设，这就是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大家仅仅只是做些应用程序来弥补漏洞，但最终就迟早会爆炸，对吧？完全正确。如果数据显示，到2030年会有740亿台互联设备同时进行通信，我们不能再继续使用现在的互联网协议了。它承受不了，无法扩展，速度会太慢，系统和操作都会崩溃。而这正是 Cake 的独特之处，操作。现有的互联网并不是从操作的角度来思考，而我们是。今天就到这里，我们还有很多内容要聊，比如我们的 Webchain 和市面上其他区块链的对比，还有更多关于我们产品的细节。话题很多，但今天只是个开场介绍。那我们下期再见，记得去看看我们的网站，我们会把链接放在这里。